女娲补天遗落的3块灵石都变成了什么？今天给大家讲的可能不是历史，而是神话故事。话说在太古时期，盘古劈开混沌，天地始分。他死后，脊背化为了不周山，4支成4级支柱。女娲觉得世间过于单调，就用昆仑土和黄河水团土造人。可是这个时候，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交战，共工怒撞不周山，4级支柱崩塌，天空裂开，洪水泛滥，生灵涂炭。女娲她心痛不已，用巨鳌的4肢支撑天空，又搜集了奇石，炼成了5色彩石补天。在过程当中，3块质地不佳的顽石便留在了凡间，分别落到了花果山、大荒山和一堆白骨之中。一块被女娲遗忘的石头，在花果山吸收灵气之后，变成了石猴孙悟空。孙悟空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花果山之王，为求长生不老，远赴灵台方寸山拜菩提祖师为师。他刻苦学法，掌握了超强的法术，但是因为爱炫耀，最终被菩提祖师逐出师门。回到花果山之后，孙悟空又看上了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如意金箍棒，紧接着他又大闹阴曹地府。这些行为惹恼了天上的神仙们，天庭就派了10万天兵天将来攻打花果山。可是孙悟空这暴脾气，一怒之下大闹天宫了。最后是如来佛祖出手，用神通把孙悟空压在了五指山下，这一压就是500年。500年后，唐僧在取经路上遇到了孙悟空，救了他，收他做了徒弟。从此唐僧、孙悟空还有2个师弟猪八戒和沙僧一起踏上了去西天取经的路。他们一共走了14年，历经了9981难，最后终于成功到了灵山，拿到了真经。完成任务之后，如来佛祖就给了孙悟空一个称号，叫做斗战胜佛，来表彰他的修行成功，得到了正果。而第2块被女娲遗弃的石头落在了骷髅山，它经过千百年的修炼，幻化成了石矶娘娘，一位道行高深的仙人。她在骷髅山白骨洞修行，有2个弟子，碧云童子和彩云童子。商末时期，李靖的夫人怀胎3年6个月生下了哪吒。哪吒天生神力，武艺高强，且性格顽皮。哪吒在海边玩耍的时候，打死了东海龙宫的太子敖丙，还射死了石矶娘娘的徒弟碧云童子。石矶娘娘得知之后，前往陈塘关找李靖和哪吒理论。李靖带着哪吒来到了骷髅山，哪吒却再次用乾坤圈打死了彩云童子。石矶娘娘愤怒之下要惩罚哪吒，哪吒就逃往了师父太乙真人处。石矶娘娘要求太乙真人交出哪吒，双方因此发生了大战，最终石矶娘娘被太乙真人打败身亡。第3块被女娲娘娘遗落的石头，在青埂峰下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，渐渐通了灵性，最终化为人形，成为赤霞宫中的神瑛侍者。他经常细心地来浇灌一株仙草，这仙草深受感动，立下了誓言，愿以一生的泪水来报答他的恩情。于是2人决定转世为人，再续前缘。神瑛侍者转世之后就变成了贾宝玉，出生时口含美玉，而一株仙草转世为林黛玉，成为了贾府的亲戚。这2人一同成长，感情日深。但是命运弄人呐，贾府为保权势，未让2人成婚，反安排贾宝玉与薛宝钗结合。林黛玉因绝望离世，贾宝玉则悲痛万分。最终贾府被抄，家族衰败，贾宝玉心灰意冷，放弃婚姻，选择出家修行，寻求解脱。孙悟空、石矶娘娘、贾宝玉这3块5色石各自书写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篇章。孙悟空以勇气和智慧成就了一番事业，名垂青史。石矶娘娘则遭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贾宝玉则在红尘当中经历磨难。其实女娲补天的故事不仅仅是神话传说，它更是蕴含了深刻的哲理和人生智慧，也展现了人性的多样性
和复杂性。